豆豆，3、2、1。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贝利叔。今天我要分享高强度间歇运动跟低强度稳定持续性运动，哪种运动燃脂效果最好呢？它们的差别又在哪里呢？前面呢，我会先分享什么是高强度间歇运动跟低强度持续稳定性运动及其特征，同时呢比较两者的差异。最后我要额外分享一下我现在针对这两种运动的减脂过程的心得。首先，什么是高强度间歇运动呢？高强度间歇运动它可以以很多不同形式去锻炼去呈现。但它有一个最基础的原则，就是在短时间内全力爆发式的运动，在短时间内休息，再全力以赴的运动，然后再休息，这样子的交错重复的训练，连续至少10分钟，就可以燃烧很多卡路里，也可以减脂，同时提升你的肌肉素质。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在跑步机上面设30秒全力的冲刺，然后再30秒慢走的休息，然后再30秒全力的冲刺，然后再30秒慢走的休息。运动的时间跟休息的时间是没有固定的，但总加的运动时间是不超过30分钟。那高强度间歇运动的特点在哪呢？正如字面上所说的，它是高强度的运动，然后会让你的心率起伏比较大，所以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太能跟任何人聊天，因为你需要更多的氧气。那它的难度比较高，对你的心脏啊，还有膝盖的负荷量就比较大，所以我们在做完运动以后，身体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复原，去恢复原来的身体状态。可是它却是一项非常省时的运动，你可以在短时间内燃烧卡路里，也可以刺激你的肌肉。还有一个最主要高强度间歇运动非常占有优势的特点，那就是 EPOC。EPOC 中文里面叫做运动后过量氧耗，简称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在剧烈运动以后，你摄入氧气的速度会提高。即使你运动以后，你的身体的代谢率会持续增加。正如我前面所说，它是高强度运动，所以你在锻炼以后，你身体会更努力的要去复原，需要很多的氧气，进而补充你身体所需要的能量。所以你在运动后的休息时间也可以燃烧卡路里，你说是不是很棒？那再来，我们来说说看什么是低强度稳定持续性运动。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高强度间歇运动的相反，它是低强度、心率较稳，然后长时间持续性的运动。我这里指的长时间持续性，指的是以30分钟为基础，60分钟以下的稳定性运动。例如我们平常的快走、慢跑、游泳、骑脚踏车、跳舞等等的，对我们的膝盖负荷量比较小，也比较安全，也能让我们的身体释放压力。所以我们在运动完之后，不太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恢复。是一项我们可以常常做的运动，但反之就比较耗时。而且如果你最终追求的是视觉上的身体改变，一旦你身体适应了这项运动，你就比较不容易看到身体上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的停滞期。例如我第1周决定每天固定慢跑30分钟，1周过了以后，我可能感觉到我裤头稍微松了，有一点效果的感觉。好，那我就在做第2周，我每天再慢跑30分钟，那你可能就不太看到你身体上的变化了。我第3周就决定我每天慢跑45分钟，你第3周过去了，你可能又会看到一些变化。可是第4周，如果你还是慢跑45分钟，你可能就不太容易看到变化。所以一旦我们身体遇到了这个停滞期，你就要一直去克服，一直去克服，一直去克服。最后我们用一句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当你在做低强度稳定持续性运动的时候，我们专注在的是你做了多少距离，然后多久的时间。反之，如果你在做高强度间歇运动的时候，我们专注在的是你的速度，还有你是否达到全力以赴。那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请问大家，做10分钟高强度间歇运动跟做60分钟低强度稳定持续性的运动，哪种运动对减脂效果最好？根据多数的研究，两者对于减脂跟减重的效果是不分上下的，但都各有利弊，就正如我刚刚所说的这一大堆。那我刚开始接触健身的时候，我认识了高强度间歇运动，我当时就一直以为高强度间歇运动会比低强度稳定持续性的运动还要来得好，因为确实我比较喜欢有趣、变化多，然后比较有挑战性的运动，而且每当我全力以赴运动以后，会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我觉得是一项非常激励、很想要运动的人的一项运动，所以我就讨厌长时间的训练耐力啊，然后变化比较少的低强度、稳定、持续性的运动。但是我发现我都误会了低强度、稳定、持续性这项运动。其实我觉得这两项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在你要做高强度间歇运动之前，我建议你可以先习惯低强度、稳定、持续性的运动，以后再来增加高强度间歇性的运动。但不是你今天习惯了高强度的运动以后，你就可以舍弃低强度、稳定、持续性的运动。不是，因为如果你只有做高强度间歇运动的话，正如刚刚所说的，它是高强度的运动，我们身体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复原，那就更容易受伤，所以才会有低强度、稳定、持续性运动的存在。而我现在做的运动是结合这两种的运动，例如我第一天做高强度间歇运动，我第二天就会做低强度的运动，然后再高强度的运动，然后再低强度的运动，像这样子来分开来做训练。那以上是我分享给大家我目前减脂过程中的运动方式，大家比较喜欢哪一种运动呢？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顺便follow我的 IG， 让更多人知道这样子的讯息。那我们下个运动见，拜拜。拜拜，豆豆，拜拜。